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新手教学的讲师，我叫小杜。那我们今天要上的新手课程呢，是要讲的是 Bitfinex 与高利贷。那我们这一个讲义呢，可以说是保姆级的教学，我们就一步一步从注册到创 API 都教给大家，然后包含跟大家介绍一下 Bitfinex 这间交易所它的渊源，跟高利贷它到底它的风险有没有，还是说它到底是怎么样运作，一起教给大家。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Bitfinex 这间交易所，为什么我们会选择 Bitfinex，也就是绿叶？因为呢，它是在2012年成立的，它历史最悠久，然后是最早一批开始提供加密货币交易的大型交易所之一，所以它在业界是有高知名度的一间交易所。那再来，它像是它有杠杆交易，有保证金融资市场、永续合约跟其他衍生品，还有 API 的自动化交易。也就是说，其实它功能非常的齐全。然后呢，它历史悠久嘛，而且在主流市场已经长期营运了。再来就是说，因为它历史很悠久，使用者非常多，所以像是它在比特币对美金、以太币对美金等主流交易对上，它的深度、流动性都是非常足够的，那就会特别适合高频交易跟大额交易者，它就比较不会像是太小间的交易所，它可能会因为流动性不足，你没有办法成交，或者是价格的波动太大。那我们今天要借贷，今天要介绍的是借贷套利嘛？那借贷套利，我们其实运用的是它的这个绿叶里面的融资功能。那它的原理跟优点是什么呢？像现在绿叶，它除了现货跟衍生品交易之外，它还有一个叫做融资市场的交易方式。那在这个融资市场里面，融资嘛，你可以借出资金，你也可以介入资金。那你如果把资金借出去，你就是收利息。如果你要去借资金，好，假设今天比特币突然暴跌，你想要抄底，可是你钱不够的话，那你就是利用这个介入资金的方式，它就会用来做杠杆交易或是套利。那这些套利的话，我们之前复训课也有教过嘛，就是那个借贷套利，还有未来的补习班也都会继续教。所以说，因为这个市场的资金它的供需每天都在变动，所以它就会形成不同的年化利率，就是每天的利率都会不一样。但是呢，加密货币市场它其实我们这阵子测试下来，它的利率大概都会落在一天大概是0.02多%，所以其实总体算下来，如果这样维持下来的话，我们算过，你利用这个融资套利的方式的话，一年的年化大概会落在8到12%年化率，所以它其实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你基本上没有什么风险。好，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在绿叶的融资市场里面，利率是由市场的供需决定。就是说，今天市场缺的钱，要借钱的人很多，但是出借的人很少，它今天利率就会变高嘛。那如果出借的人多，借钱的人少，利率就会变低，就是根据供需去做决定。那再来就是借款人要付利息，出借人就是出钱给人家借的，就是收利息。然后利率是以日利率算，再来去把它换成年化收益，也就是刚刚提到，如果说今天日利率是0.02%的话，你一年算下来就是0.02乘30，一个月再乘12，大概会落在年化7.3%。可是我刚刚有说嘛，我们通常借出去的不会到这么低，大概都是0.025以上。那这样算下来的话，就会到8，是目前借下来没有低于这个价格过。没有低于这个利率过。那长期一定不能保证，但是好，如果它今天真的都是0.02平均下来好了，你的年化也有7.3%，跟一般的金融市场比起来，这个绝对是它的收益一定是非常优于其他金融市场的。那再来，我们的套利逻辑呢是，就像刚刚说的，其他的金融市场它的利率真的很低，像银行的活存利率就是低到基本上等于没有。但是在绿叶上面，你的
美金出借利率就是会常常高于传统的金融市场，而只要你的利息收入大于你的资金闲置成本，那这样就属于套利收益。那这个它本质上的意思就是你把闲置的美元借给那些需要借钱来做杠杆交易的人，去赚中间的利息。好，那我们这边有提到你是要借美元，不是借 USDT， 所以如果说你们现在手上都是 USDT 的话，要去把它换成美金。那美金的话，因为绿叶它本身就可以直接做美金跟泰达币的汇兑，我们等一下也都会教给大家，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然后呢，为什么我们要用美金去做这个融资高利贷的套利呢？因为美金它没有脱钩的风险，跟 USDT 比起来，哈，你们看，像是 USDT 前阵子暴跌，它是涨到了31点多块，它是不是就跟美金脱钩了？然后如果有在那个群组里面，应该都有看到说，是不是就有套利的空间？就是因为美金跟泰达币 USDT 它会脱钩，但是今天我们是要做融资套利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不能去找它的波动太大的东西，所以说我们才会变成用美金去做融资套利这件事情。然后再来是它的收益相对也稳定，因为需要借美金的需求稳定，所以说虽然说它利率波动还是会存在，但是不会到太剧烈。再来最后一个是今天借贷套利的优点是什么？就是说你今天你把钱放在那边，然后最后你只要设定一次就好，你就可以自动收利息。那这个设定一次的话是说，他借出去，他会有2天到30天的期限可以选择，这个是你手动的部分。如果你选择好30天，他借出去，他就是30天。那你是可以直接在绿叶里面做设定的，但是呢，等一下我们会提供一个网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网站，它的功能主要就是帮你串 API， 然后呢，自动帮你去设定说挂单，今天你要挂什么样子的单，什么样子的利率才会比较吃得到单，因为如果说我们自己设定的话，很容易吃不到单。为什么？电子音是的，果然就是需要海景第一排。YT 都不会，但是我的 DC 就是会，很奇怪。那你们听到哪里？反正呢，借贷套利的优点，现在应该不会了，对不对？借贷套利它的优点就是说，你设定一次，你钱借出去了，它就会自动帮你收利息，然后每天都会拨给你，每天都收得到利息。再来，因为你没有做杠杆的交易，所以你也不需要承担价格波动，就跟前阵子大暴跌、山寨直接穿底一样，波动那么大，肯定如果你做杠杆合约，肯定会爆仓，对不对？可是你今天是把你的钱借出去给那些人去做使用，所以你本身你就没有扛价格波动的风险。然后呢，美金会相对比 USDT 出借还要安全，因为它比较不会脱钩。然后呢，它的波动不会到那么的剧烈。那最后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每天都有结算日那个利息。然后呢，你这样再借下去的话，你会把每一次重新挂单的话，利息会再丢回去，等于是在做复利。怎么会一直电子音？如果这样，等一下上课怎么办？我们呢，我应该这个礼拜会把网络升级。笨钱社群，你找笨钱社群，笨钱社群就可以看到同步直播了。
那我不知道，可能就是 DC 会挑人，我不知道。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去那个 YT 上面看，YT 会留档，就是我们只要有直播的话都会留着，除非突然发现有什么事情不能讲，才会撤掉，或者是说哦，像最近有可能就突然有些个字不小心漏出去，我们就会先把它下架做后置之后再丢上去，但都一定会回去，所以也不用担心。而且接下来的每次的新手课，我的跟 Efra 的应该都会上这个，会一直重复上，就是这个借贷套利，因为不是每个人今天都有空，而且公布的有点临时，因为我也是昨天才确认说今天可以讲。好，那再来呢？融资啊、高利贷、套利这个，它适合的对象其实有非常多种。一个就是如果你是很保守型的，但是你手边有闲钱，对不对？你就可以把你的钱换成美金，然后呢就丢到这个融资市场里面，因为它的利率的收益就是高于银行，这样子除了你把闲置资金拿来做运用之外，你还能够获取更棒的收益。然后呢，如果你是稳健套利者，你也不必去承担说币价波动，而且它的利率其实都还蛮稳定的，也是固定都会有人借，所以你就是稳定的拿利息拿回报。再来，如果你是多元配置的话，你希望在投资组合中加入低风险、稳定现金流的工具的话，好，如果说你平常有在做杠杆交易，但是你可能还有一笔其他的资金，或者是说你不想你做资金分配，你可能有100%的资金，拿10%去做杠杆，90%拿来放在这个融资市场里面做出借的话，那这样子也能够去当做一个低风险然后稳定现金流的工具。所以总结来说，在绿叶上面呢，只做美金的出借是一个比较稳健的套利方式。那如果说因为它是运用了杠杆交易者的借款需求，所以你一定赚得到这个利息，因为一定会有人借钱。那再来，用美金比用 USDT 出借还要风险更低。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说我们选的交易所，我们其实也没有说一定推荐，但是因为呢，它相对来说是这个市场上主要比较大型的交易所，它历史也悠久，所以相对来说它一定是更安全一点的。但是要提醒的是，没有任何一间交易所是绝对安全，因为像是绿叶之前很久之前也有被害过，但是它的背后的资金是有办法去把它 cover 掉的，所以说比较不用担心说被害了怎么办这件事情。但是说该有的担心还是要有，还是要注意平台它的安全、利率波动跟流动性的限制。再来说，很重要一点就是你们不要把你们账号做就是出借，或者是留意电脑不要被害，不要点其他连结，保护好你们账号，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好，所以总结来说，就是只要做好资金比例控制，然后分散借出的期限，就是一种兼具稳健跟被动收益的套利策略。OK，那接下来是比较复杂的东西，就是 Bitfinex 它的注册流程，因为它会分成初阶、中阶跟高阶，所以说大家如果一次看不懂的话，可以看个2-3次，因为它需要准备其他额外的资料。那如果你要做融资市场，你要出借资金的话，它一定要升级到中阶。但我们会觉得说，如果你都已经升级到中阶，你不如就把高阶一起升级上去，因为如果你之后你要把美金出来汇到你的银行账户，你就会需要到高阶。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教大家怎么去把3个阶段一次申请完成。好，那这个分享给大家，解锁。这个是交易所连结。好，这个连结你们可以等下课之后，或是想要注册的时候再来问也可以。那好，今天
Bitfinex 下载完之后，你们要先去做注册的动作，就是填入你的电子信箱。然后呢，推荐码要留意一下，就是我们传给你们连接这个部分。再来输入电子信箱，就是你的账号是电子信箱，你要去你的电子信箱里面收验证码。好，验证码贴上之后呢，直接去设定双重验证，它就是会直接限定你一定要绑。那双重验证的话，也一起教给大家怎么绑，因为有些人是可能也不太会绑，然后就是比较容易被盗。有双重验证的话，风险比较低一点，不是说完全不会，但是至少可以多加一层防护。那你就直接点下一步，下一步之后呢，点这个复制验证码，这个就是你的金钥，你要贴到 Google 验证器上面的金钥，把它复制下来，然后下载 Google 验证器。Google 验证器你们就去那个 App 里面打这个 Google Authenticator， 就是 Google 验证器。下载下来之后要注意一件事情哦，把这个云端自动上传云端同步不要打开，然后呢，这个设定的话可以上网查，这个很简单，我记得就是点人头，然后好像点下去之后还有一个不要连线还是什么，把它关掉就对了，把连线同步关掉就好了。哦，还是登出，应该是登出。好，那下载完之后进入到 Google 验证器的页面，点右下角这个加号，然后选设定，输入设定金钥，把刚刚这边账户名称你就打上你自己喜欢，你可以变成名称，你可以打个绿叶，因为它是绿叶交易所的验证码。我打个 Bitfinex 上去之后，把刚复制的那一串金钥贴上去，按新增，这样子就好了。那你们会看到说，它就是会有一次性限时的一次性验证码，后面会有时间倒数。那你就是如果像这种剩一点点时间有没有，就等它下一轮倒数完，它就会换一次新的验证码。然后呢，就把这个验证码复制下来，回到你的 Bitfinex 上面，点这个我已连接账户验证码，然后贴上你的2步骤验证器的那个验证码，贴上就好了。好，然后再来呢，它会要求你要设定一组4位数的 PIN 嘛，就是重复输入2次就 OK 了。好，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验证的部分。验证的部分的话，就是点这个账户，然后点这个验证。验证的话，它会跳转出去，离开绿叶交易所的页面。然后呢，选择好从初阶开始，选择个人，然后升级至初阶级别。它非常简单，它其实初阶就是拍身份证正反面。好，点继续，然后这个护照、身份证、驾照择一，然后下面这个打勾，点扫描文件。它这个的部分的话，要把你的手机转成横向，转横向，然后点继续去拍照。它会跟你说要拍正面，然后确认说你拍完的画面有没有清楚，有的话就点继续，再来贴。再来是下一步是拍照，拍照就是你的那个脸部辨识，你就点继续，然后验证自己的脸部，这样就 OK 了。然后呢，这里要输入你的证件资料，每一个都要填，填完之后确认资料没错，再点继续。好，再来你住在哪里？这个的话会一直到它会顺便连那个中阶一起。哦，没有，这里的话要把你的那个居住地址输入。你的证件资料，然后如果说像我们没有这个州或省嘛，你就直接打 NA， 这样就是代表没有的意思。然后填完就继续，这边资料大家应该都会填。海外国家、海外用户可以注册吗？可能要查一下，因为对我知道有些交易所可能有些国家不行，可是可能要查一下，上网查一下绿叶 O 不 OK， 可不可以接受你的那个国家。好，那我继续哦，就是把资料填写完之后就点继续，然后输入你的电话号码，点提交，等待验证通过之后，你的出街这边就会有一个打勾，那你就可以做这些事情。好，那再来就继续升中阶，那你要用借贷功能的话，就至少一定要中阶。我看一下后面，对，它会连那个一起把高阶可以一起设定完。那我们是觉得说，既然要升级了，就一起把它升级完就好。
好，中阶的话就是往下拉，页面往下滑，它会看到那个中阶验证级别，点下去，然后点允许，一样拍摄其他证件。就是如果你刚选身份证的话，你这就要选另外一张，可能是护照，可能是驾照，反正就是双证件。然后呢，一样拍摄画面，确认画面没有问题之后，要输入证件的资料。输入完确认好，点继续，然后呢，确认一下第一张证件的资料对不对？哦，没问题就点继续，再来，再点确认第二张证件的资料之后，再点继续。好，那这样继续哦，一直填，就是他要什么资讯，你就是手动把它输入下去就好。最复杂的不是这边，最复杂的是后面这个东西。好，联络人资讯就是你的身份资料啦，把它写一写填上去，然后电话号码全部要再验证一次，中间要再验证一次啊。所以其实你们也可以直接点中间，它都可以。那我们这边就是从初阶开始教，但直接验证中阶也可以。好，那再来呢？这边选完之后，他会要你提供可以证明的文件，你的居住地的证明文件。那像我的话，我是直接选户口名簿最快，户口名簿。那如果说你是电信账单的话，也可以，也可以。我觉得户口名簿应该是最快的，对，因为我这个审核真的是超级麻烦的，提交了超级多次。我一开始交银行对账单，他说不行，然后呢，然后外厅没连接，好，那个我请人家处理一下，等一下会附上去。感谢你的提醒。好，那这个居住地的话，我会建议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应该就是户口名簿或户籍成本，反正就是要有你的名字跟你的居住地，然后你的居住地要跟，就是你提交的资料要跟你的身份证是，我记得是要一样的。反正我是提供一模一样的，我身份证上面是什么，那我的提供的居住地就是什么。好，那再来，你继续之后，你这里上交之后，点继续，它就会要你再输入文件的资料。那输入完之后，就继续点继续，反正就是一直继续，一直继续。继续完，选上传附件或拍照，然后呢就继续点继续。好，再输入你的银行资讯，银行资讯输入完，点继续，然后呢选择这个银行对账单档名。哦，如果说你今天是，他今天会要提交两种，第一种是居住地址，然后第二种是银行对账单资料，这个是一起连高阶一起验证。银行对账单资料的话，跟大家说可以提交什么？你只要提交有你的银行账号跟开户的电子存折，就是如果你们有用网银的话，你可以进网银下载，它会包含你的银行账户，然后开户的分行，然后交易明细，就是银行对账单丢上去就好，不用名字，银行存折封面它会一起上去，所以会有名字、账号跟那个开户的分行跟明细一起丢一份档案上去就好。那像是很多 KYC， 应该说很多的考试机构好了，就是 MCF 啊、FTMO 那些都会需要你的名字、地址啊，然后账号什么都要一起，对不对？Bifnet 它的验证不用，所以你们要验证到高阶，只需要准备两种资料，一个是银行对账单，不用名字的那种，不用地址的那一种，另外一个是居住地址，两个不要丢错，因为如果你是把那种银行对账单有地址的那个丢到居住资料的话，那你的后面这边银行对账单就会比较麻烦。那如果说你一开始前面居住地址你是选择户籍成本、户口名簿的话，那你后面就是提交我刚刚说的那个就可以了，这个没问题吧？OK 吗？这边有没有问题？这个要注意一下。然后
最好通过的档案就是那2种，一个是地址的，然后一个是银行对账的。对，你们今天要开到高阶，就是要准备这2个资料。好，这边应该是，如果你选户口，因为我们的截图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个是我们一开始注册的时候，那因为后面这边会提交，就是我们一开始选的话，我会跟你们说选户口名簿，是因为我最一开始我选的是银行对账单，所以我这边输入的资料它会是这个，它是什么？这个银行对账单的资料。但是如果你是选户口名簿的话，你填的就会是居住地的资料。OK， 好，那再接下来你银行对账单就一样把档案上传上去，然后呢，上传完之后就直接点继续。下面这个非常的重要，他会问你说你的银行对账单的档名是否为拉丁字母，你要选的是不是，就算是中文也好了，你就是选不是。然后第二个要选是，包含在内，这2个不要选错，不然他会一直推荐，不要选错。一个上面选不是，下面选是，然后就点继续。不管你的资料到底是不是中文还是英文，就是这样选就对了。好，然后再来呢，就业的话就是依个人的职业做填写，这个不影响。好，这个就直接把它填写完就好了。好，再来资金来源就正常填写就 OK， 这个都不会影响到太大。好，最后一个 KYC 表格声明表格就勾选，然后点继续，然后呢就继续，它就会验证完成，然后就提交审核的资料。那提交的话呢，它验证可能会落在1到3天，它验证没有那么快，快的话应该是1天吧，1天内，但没有几个小时就完成的，1天内或到1天多一点。然后如果说你需要补件的话，就会需要比较多天。像我一开始我整个验证流程大概跑了2天，因为第一次用，然后资料它又不是他想要的，来来回回就拖了很多时间。那最后整个补交完，它就半天就过了。但是中间已经超级浪费多时间了，少赚了2天的利息，很亏啊。好，提交完之后呢，就是等验证。那如果说你如果需要额外提交资料的话，它就会发那个信件到你的电子信箱。那如果说你们有遇到类似注册的问题，或是资料一直补交不成功的问题，你们可以开票仓问，这个也 OK。好，那验证成功的话，它就会显示这个。就是你们要怎么确认你们的验证状态呢？就是从前面绿叶进去的那里，验证的那里，这个账户验证，然后从这里去确认验证的进度，是验证成功还是还在验证中 ？OK 好，希望我可以10分钟内讲完。好，没问题的话，反正有问题就是多看几次。然后呢，我们每个礼拜2、礼拜5都会上，都会再上一次。好，那我就继续讲咯。这个 Daybridge 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创的那个网站，它的网站其实非常的简单，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拿来串 API，然后自动帮你们挂单，就这样而已。然后帮你，其实那一些东西，就是 Daybridge 上面显示的资讯，你们在绿页上面都看得到。然后你们也不用担心说自己的资金会不会有风险，因为你的钱都是放在你的绿页里面。我今天钱会有风险，要么不是绿页它倒闭了，不然就是你的资料，你在绿页的身份的那个账号跟密码，然后2次验证码什么的被盗走，你的资金才会不见。所以这个网站你们可以不用担心什么各自的问题，因为它就是拿来串 API。然后呢，
它的登录就非常简单，这个也给大家一下。你们可以用这个工具啦。那如果说你们不想用的话也没关系，但想要就是变成你要自己去设定那个天数跟利率，这就是一个让你变得更方便的工具啊。如果你们真的有担心的话，那就也没差。然后那个网址再帮我贴过去那个 YT 上面。好，那我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Daybridge 我们刚刚说到了嘛，就是说它就是很简单的帮你串 API 挂单，就这样而已，超级简单。反正你就是把钱放绿叶，然后把 API 串到 Daybridge 上面，就放着，你就再也不用管它，你就每天看你的钱有没有多，这样就好了。那像是好，我们刚刚提到在融资市场上面嘛，如果说你是要自己手动的话，你就变成你要自己去观察现在的订单簿，然后去挑选说你的还款周期要设定几天，最少2天，最多30天。然后呢，利率你要设定到底是要设定多高还是多低，之后就是挂单，然后并且等待借出。可是呢，你看哦，订单簿上面这么多东西，买跟卖它的利率都不一样，然后挂单的数量都不一样。那你就要从上面一个一个去比较，甚至去平均下来说哪一个利率最适合你，哪一个天数最适合你。所以说你会非常耗时，而且如果说你今天利率设定的太高，根本没有人会想要借你，对不对？然后呢，利率设定的过低，你的资金使用跟利息的收入又没有办法达到比例最佳化。好，你可能你借了30天，然后利息超低，那你不如把钱拿去买什么股票、买 ETF 等等，它又有更好的收益，那你干嘛来投这个？对不对？所以说，你只要有一个设定没有选好的话，都会让你的资金使用率没有办法达到最高效运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运用到 Daybridge 它这个网站它写的程式，因为它会去设定说，它会去看统计现在市场的最佳利率会落在哪一个位置。然后呢，你也不用担心，你会借不出去，或者是说，你会担心借太高啊，还是借太低的问题，都不用担心，因为它的程式设定就是可以让你把资金的使用跟利息的收入达到最佳化。像你们可以看这个，我等一下也可以直接开我的网页给你们看，就是好这里，你进去之后，它的注册非常简单，刚刚好像没有提到，它就是进去的时候。网站进去，你就只要输入你的手机号码，然后收那个简讯这样就好了，就这样就好了。它是免费的，不是免费，不是免费，不是 ，sorry， 不是，它要付费用，但是很便宜，一年3600。1年3600所以你们要算一下，3600台币，所以你们要算一下，如果说你的可以放进去的资金是卡不掉这3600块台币，那你们就不要投了，懂吧？就是你的钱不够放的话，那就不要投，因为它用这个，因为你要串 API 然后它是有写程式的，它就是还是会需要收一点费用，但是很便宜要不要用就看你们。对吧？这个不强求，因为你可以手动挂单。好，那其实就可以给大家看，就是它这边显示的东西，什么挂单啊、成交明细，这个其实在你的绿页上面都看得到，只是说 Daybridge 它直接帮你统整过来，然后呢，它就会说你借出了多少钱，然后利率借多少，期间是几天这样，然后它会帮你算说你现在的余额是多少，可以继续借出的余额是多少，没有上限，然后利息你现在已经拿到多少钱？这个利息是直接放到你的绿页上面的这个是直接进到你的绿页上面，不是放到这个 Daybridge， 反正就是你就是直接几天下来，就是像我从10月6号开始成交第一笔，然后到17号的话，大概11天就是5U 多，一天大概快1U 吧，一天大概快$1。如果你放3000U 的话。我这个是放3000U，所以一天大概就是快$1，可以加一颗蛋。
但是我们等一下会算给大家看了。好，那这里有讲到 debit 怎么注册，就是填手机号码，然后获取验证码，勾选之后再登录，这样就创好了，对，你们看到这个进来页面就好了。那怎么开始用呢？今天如果你手上有 U， 对不对？你要先把它转到你的绿页里面，大家都会转吧？如果不会转的，去看那个其他部新手教学，就是台币加密货币出入金，有教大家怎么转。好，转过来绿页之后呢，选这个交易这边选 USDT、USD， 然后选择你要换成 USD 的，就是你的 USDT 的数量，看你要换多少变成 U， 就是把它选择数量或是拉满，然后点卖出，看你要用市价单还是限价单都 OK， 都 OK。然后呢，这个订单大小超过500，不用理它，点是就好了。然后他就会要你确认说，你现在确定要卖出3000颗 U 变成美金吗？你就点确认。好，然后再回到钱包去确认说，你的美金有入账了。那这个因为我截图截完了，所以反正就是确认，你们只要到钱包里面确认有没有入账，这样就好了。OK， 那它现在呢，它是美金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们用的是融资市场，所以你要把它转进去融资的钱包里面，那就是点这个数字的地方，这里如果有数字的话，美金嘛，你就点这个数字这里，然后点转移。转移之后呢，选从现货转到融资市场，转了多少要转多少美金，然后下拉选单点转移，那它就会转到你的融资的交易账户里面去。那你同时你在你的 debit 上面就会看到你有放进去了。好，那在放进去之前呢，你先转到融资市场，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这里还没有订阅的话，它还不会显示，你要先订阅那个会员方案才会有。然后它的话，我先教大家怎么串。第一个，回到你的 debit 页面，左上角点下去之后，它会有一个方案价格，点下去，你就会看到说，它这边会显示1个月就是大概300块，然后呢，你要缴满1年，就是它绑定就是绑1年，等于就是你只要把资金抽掉，它还是会每个月扣你300块，它会扣到1年结束，但是它是每个月扣。OK 吗？每个月扣300块，但是它会扣12个月。好，那就订阅，然后这边就是它就是给你订单编号，然后选付款方式。付款方式的话，就看你就是信用卡，就是填入那些付款的资讯，你的信用卡的资讯，然后手机号码、电子信箱付款，它就会跟你确定说你确定要支付吗？点确定，然后输入付款的验证码，点确定就 OK 了。每日赚的利息它会回到你的本金里面，然后呢，如果这个时候你有重新，就是你的借出的订单已经结束的话，他会再帮你重新挂单嘛，就会把你就是加上去的那个利息一起挂上去。对，是会的。付款成功就直接返回商店就 OK 了。好，然后呢，然后去确认说有没有订阅成功，就是一样左上角的那个3条线点下去，选订阅记录。进来之后看到你这里你的购买记录是这样子，有成功，这样就是完成了。有看到购买记录的话就是完成，对，它是复利没错。好，然后呢，现在几点？55分。好，讲不完没关系。接下来呢，你把钱放到融资市场，你的 debit 的会员的费用已经付完，已经订阅了，对不对？那就要串 API， 串完 API， 你的钱才会显示在你的 debit 上面。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先回到你的绿页里面，回到这个页面，这个交易市场页面，点右上角这里点下去人头，它会有个 API 金钥，再点下去。API 金钥点下去之后呢，选这个产生新的金钥，点下去。好，这里有一些选项，要关的、要开的，大家就核对这边，核对这个选单。
确认好，不要说哦哪些东西开了，哪些东西没开，哦就是对照这个选好之后，下面就打一下这个名称都可以，看你想打什么都可以。然后呢，这边选好名字打好，就点产生 API 精要，它就会要你输入你的 2FA 的验证码，就是那个 Google 验证器的验证码，贴上去之后，点贴上嘛，它就会验证，它就会创一个精要给你了。那创精要之后呢，它会说你要去电子邮件收一封信，啊，就点好，然后到你的信箱去收信，收信下面会有一个这个 Create API Key，点下去，然后呢，你就会收到 API 的那一串精要密码。那就把这两个，这个要先记得先截图下来，你一定要先截图下来啊！如果没有截图下来，等于是你要重绑，但我就会建议直接截图下来就好。截图，然后复制这个 API 精要上面这个复制下来。好，复制下来之后呢，点回来 Debug 哦对，然后 API 绿叶的 API 只能用网站，手机我找不到，所以后来我是用网站去创 API 的。好，你们在这个页面就直接把精要跟密码一起复制下来，先复制好，然后呢再回到 Debug， 左上角点一下，之后呢会有一个 API 精要管理。下一个页面，这个机器人一定要打开，然后把你的2个精要丢上去，点储存，然后再回到你的利息收入月报表，就会确认到钱已经进去了，然后这个上面总余额是你进去了多少钱，就是你现在有多少钱，可用余额是你还有多少没借出去。所以如果好像你们看我现在我的可用余额是0嘛，就代表说我现在的钱全部都要么不是在挂单，要么就是都被借出去了。这样，那如果这边没有挂单的话，就代表你的钱现在全部都是借出在市场上的。这样 ，OK。那最主要就是要创 API 这个步骤要小心一点，细心一点就好，它不太会有什么问题啦。好，那就跟大家大概试算一下年化率给大家看。我们刚刚有说到，大概会落在8到12嘛。如果以最差来说的话，大概也会落在8，因为你们看好利率的话，大家可以看最一开始它会设定2天到30天，它都会设定。那最之前因为前阵子的利率比较好，那目前最高的话10几天下来，最高有到快0.03、0.094，最低的话0.0266吧，所以都会维持到0.025以上。如果有0.025以上的话，年化率都会有到8%。好，所以我们就分成12、10、8%，三个趴数来算，3种年化率来算。那好，假设说你的投入的钱是10万台币，好，大概3000多 U。那分成这3种年化的话，每年固定成本是3600，就是串 API 的那个费用嘛，300块，然后乘12个月就是3600，是你每年固定会支出的成本。其实要付的钱就这个3600。然后呢，这样算下来，个别的年化率会是多少？好，如果以12%来算，你的毛利息，也就是说，你的本金乘上年化率12%，一年下来你会拿到1万，就是少打一个人，哦，没有，一年下来你会多12000，对，一年下来你会多12000台币，然后呢，12000扣掉3600，你的固定成本。会代表说，你投10万块进去，一年会赚8400块台币。10万块台币，一年赚8400块，所以年化率大概净年化的话会落在8.4%，就是以你10万本金下去算的话，那如果是名目年化是10% 的话，大概一年就是赚6400。那如果说8%的话，就是算赚4400，其实怎么样都一定比你把钱放在银行好。
这样子，目前有问题吗？应该其实最复杂的是注册。呃，Kevin 问的那个问题我不会，因为我主要是介绍这个工具。你是问说那个城市它设定的利率是跟你问的这些做比较吗？还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等一下下课了，等一下会接着上最近的课啊，可能要让我休息一下。绩效有没有什么差别？我不太懂。哦，你有没有研究那个？对，我没有研究那个，所以没有办法回答。放贷收得回来，收得回来啊。因为他你说贷款的人，他一定要拿其他东西来贷啊，他不可能直接空手套直接跟交易所去说你要贷款，贷款他一定要有其他东西去做抵押，对吧？所以他今天真的还不出来，他就是其他东西抵押出来，然后交易所一定会把利息给你，啊，这个利息是每天给你的，就是你每天都会看到你的利息入账。然后说，如果你们那个注册绿叶的过程有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开票上问。对，然后那个刚刚有提问到的那个问题的话，我们再研究一下啊，然后再看说要不要加进去讲义里面，因为其实我们讲义目前主要是在介绍这个东西，对，主要是在介绍这个东西，然后有一个工具可以给大家，就是比较轻松的去做使用，这样。这个是因为之前好像有同学在问吧，然后老大就有提到，就说就是答应大家的，所以他就是把它做出来，然后给想用的人去看要不要用，就这样而已。不会，你们不是要感谢我。好，那课程没问题的话，这个课程没问题的话，我们就先下课。有问题的话，就直接到 DC 开票场艾特我或者是 Afra 都 OK。绑定的部分、验证的部分我们都 OK。对，然后有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问，然后我们如果不会，我们就再去研究。好，那